凭什么你能当皇后？该被毁容、关进冷宫的人应该是你！妹妹，你疯了吗？你这样做，大娘不会放过你。闭嘴，贱婢！你不过就是我谢家养的一条狗。当年，我娘就应该把你丢到你娘死的那口烂井里。我娘的死不是意外。意外？她死的时候还求我们放过你呢。我现在就送你和她团聚。谢家一直都在骗我。你给我跪下！进宫之后，秦玉就是你的主子，还不磕头叫小姐？我重生了，回到了入宫前一天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叫人呢！奴婢谨遵小姐的话。我给你们准备了2样东西，帮你们讨皇上欢心。一样是美颜汤，服下后可以焕颜生姿；另一样是巫蛊之术。这个娃娃身上一共有10张符，每用一次消耗1张，控制人心的时间约1个时辰。我选巫蛊之术。上一世他不是非美颜汤不可吗？哎呀，谢秦玉，你这个畜生，你重生了！哎呀，你干什么？你抢什么破娃娃？秦玉，入了宫，美色倾城，皇帝倾心，这才是入宫的王道啊！谢一真，你这个蠢货，居然喝美颜汤！妹妹，不是选了那个娃娃吗？你还笑？娘，后宫诸事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所谓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与其说他喝的是美颜汤，不如说是我的受劫汤。那你岂不是便宜了这小贱人？宫内贵妃皇后地位早已稳固，我若倾国倾城，引来皇上喜欢，只会引来诸妃妒忌。可有了这巫蛊娃娃就不一样了，更何况仪真性子软弱，我掌控她轻而易举。既然你心意已决，那便依你，但你要切记，皇上是95之尊，有圣器庇护，你身上的手段切不可在其身上使用。一旦被皇上发现，谢家将会遭受灭顶之灾，死无葬身之地呀！我知道了。上一世选美颜汤，我受尽折磨，这一次我让你比我惨1000倍、10000倍。娘，前世仪真蠢笨，没识清真相，为谢家当牛做马，分尸街头。此生我将再无牵挂，再闯皇庭，请您在天之灵保佑我，万事皆成。皇上，贵妃娘娘那边的药煎好了，催您过去。滚！谁让你见了他？宜城子，别忘了，今晚是你侍寝。皇上，清心贵妃，臣妾不敢争宠。朕命令你脱。脱。参见皇后娘娘。
请答应出入宫，不熟悉来迟也无妨。你是谢家女儿，本宫准备了一份薄礼。参见贵妃娘娘，臣妾谢府嫡女谢琴玉，祝贵妃娘娘千岁金安。只要能拉拢贵妃，这一世就能站在顶峰，把谢宜真踩在脚下。起来吧。姐姐，你要帮帮我！齐贵妃把我变成这样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当初齐贵妃毁你脸，祭你族，你却愿意俯首当狗，仇当恩报。我对你竭尽全力，反遭杀害。谢琴玉，那我就看你这一世能活出什么名堂。见过贵妃娘娘，臣妾来迟，还望各位娘娘恕罪。她的脸怎么好好的？上一世齐贵妃明明毁了我的脸。你们谢家二女倒是懂事。你没受伤？哼！你要做什么？给我跪下，向贵妃行礼。你喜欢当狗，那就自己去。我们走，臣妾宜常在，见过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这簪子是？这簪子是？好像有些眼熟。回皇后娘娘，家父谢如风曾与姨父南征北战，建功立业。娘娘及笄之礼，臣妾有幸参加。此簪便是您当年赏赐，10年弹指一瞬，娘娘依旧光彩照人。跪拜皇后，她马上都病逝了，你可千别想害死我！这簪子果真衬你。本宫知道宜常在皮肤白皙，还特意准备了一副玉镯。皇后，一个初入宫不知礼数，未得皇上封赏的常在，您就对她有所赠礼，这恐怕不太合规矩吧？皇后的赏赐是皇后的，与皇上何干？又何来不守规矩一说？大胆，竟对贵妃娘娘如此无礼，还不跪下谢罪！秦答应说宜常在有罪，那么赏赐宜常在的本宫是不是也有罪？不敢。看来皇后有人作伴，底气是更足了呢。那当然要看娘娘扮的是谁了。圣旨到，封宜常在为宜贵人，赠玉如意一副，望宜贵人铭记圣恩。升位分？不可能！上一世我被齐贵妃毁容后，皇上明明把我轰出去了。谢陛下。宜贵人，你使了什么狐媚妖术勾引皇上？好了，各位姐妹，莫要争执了。真有这力气，不如想想怎么伺候好皇上。你们都散了吧。谢宜真，贱婢，你为什么会升位分？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不对，他的脸没毁，身上也没有伤，还敢忤逆我，太重生了。姨妹妹真是好手段，但你可别忘了，在这宫里面生存，靠的不仅是魅惑男人的手段，还有能活下去的运气。宜贵人刚被皇上封赏，你要除掉他。秦答应，你想死，不要连累我。不是的，娘娘，我有谢宜真的把柄。他入宫前有个相好，现在他就在宫里行苟且之事。你是说宜贵人与外人私通？宜常在，美色夺目，我想要她。事情安排的怎么样了？贵妃娘娘请放心，臣妾以性命担保，此次一定能铲除谢宜真。你若失手，便自断双臂，滚出皇宫，永世为奴。请贵妃娘娘放心，谢宜真不死，我誓不为人。如有例外，当是我秦答应一人所为。我就喜欢跟聪明人打交道。娘娘，时候不早了，想必他也该到了。宜贵人和情人私通，罪不容诛，本宫奉命捉奸，给我上！小桃，我去后院温泉池沐浴，你不用跟着了。是。我不是说不需要伺候我沐浴吗？你不是在……真是疯了！若此事被嫔妃们知道了，你岂不是要让我死啊？本宫听闻宜贵人行为不检，私通侍卫。如今二人都在这景和宫中行不苟之事啊！新嫔娘娘冤枉，我家小主身子不适，早就歇下了，怎么会私通侍卫啊？滚！娘娘听信谣言，大可禀报皇后。小主请功，岂能你说搜就搜？还敢顶嘴！不可！你若搜了寝宫，丽日便会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家小主还如何立足？本宫看你是非拦不可了，那我就看看，腿瘸了还怎么了？走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大胆宜贵人，私通奸夫，真是该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贱人，死到临头了，还想护着奸夫呢？还愣着干什么？给我就地打死！
小畜生，你生得貌美又如何？这后宫杀了你，比杀一只蚂蚁还要简单。我不管你有没有重生，既然有了苗头，那就斩草除根，永绝后患。我看你怎么死！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，取刀来！住手！谢一真，你一个妃子，私通武兵可是灭族之罪。胡爱禁军何在？给我全杀了！新嫔，你要弑君？陛下，陛下，谢一真，你果然重生了。陛下，臣妾不知是您啊！朕看你杖责宜贵人时，怎不是如此惧怕？谁给你的权利胡乱刑罚后宫嫔妃？臣妾听闻宜贵人私通外男，皇室尊严血脉不可辱，特来捉奸。那你抓到了吗？没。报！臣在宜贵人宫中抓到一名可疑男子，已被卑职打晕。带朕去看看。小桃，你怎么了？小主，奴婢不认识此人。陛下，臣妾没有说谎，这就是宜贵人的奸夫。宜贵人，你是不是该给朕一个解释？陛下，臣妾昨日月事未尽，与您相约今夜，断不可能与他人私会，还请皇上明察。更何况宜真乃处子之身，若陛下不信，宣安嬷嬷一验便知。臣妾还有一事相求。讲。若能证明臣妾的清白，还望皇上能给臣妾一个交代，否则人言可畏。此事传出，臣妾除了死，也别无他法。皇上不能信啊！他这招以命自证是权宜之计，等着登徒子醒来，一切就真相大白了。宜真，宜贵人，大胆贼人，见到皇上还不下跪！朕问你，今晚潜入景和宫是为了什么？见宜贵人。你二人何时认识？何时？不知道。认识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宫里第一美人，宜贵人在哪儿？闭上你的狗嘴！知名不知人，诬陷通奸。说，是谁告诉你宜贵人今晚与人私会？皇上，是。够了，莫要再说。此人色心蒙教，妄图染指后宫嫔妃，更是狼子野心，欲玷污皇家血脉，悖逆之举，与谋反合一，当诛灭九族，以儆效尤。是。新嫔，皇上，臣妾也是为了后宫秩序着想，求您看在贵妃娘娘的面子上。即日起，新嫔罚去俸禄，冷宫禁足，永无侍寝之期。皇上，臣妾不能去冷宫。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皇上，其他人今日之事，胆敢泄露，一律征斩，绝不姑息。是。
真是可笑！封众人之口，看似为我，实则维护贵妃体面。没想到二小姐居然会同贵妃的人一起来陷害小主，若不是皇上在，小主百口莫辩啊！二小姐手里还有白夫人给的物件，往后她再次和贵妃联手，小主，我们的日子要怎么过啊？是啊，这才回来多久，他为何如此急着干掉我？我明明对他们还没有威胁，该不会他知道我重生了？从今日起，你们任何人不得接近谢秦玉，更要离他5步之远。若是看到他手中有稻草，更要远离。若是被我发现谁曾接近他，立刻被逐出宫去，从此恩断义绝。这是好汉，不知道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是小主。此刻我便知道，危险将至，唯一出路便是瓦解敌人，离间齐贵妃和我那聪明的好妹妹。谢陛下再次出手相救。朕允公办事，不必多说。一个人起来吧。陛下，臣妾为您准备了3天的汤药，您喝下后就离开吧。离开？你这是在怪罪朕包庇贵妃，跟朕赌气吗？臣妾不敢，臣妾只是觉得酿成今日之祸，定是因为臣妾破了规矩，才引来记恨。我拿来汤药，只想求您一件事，求您诚请答应。你这是赶朕走，以退为进。你以为你的那点心思，朕看不透吗？皇上，真的能读懂臣妾的心思吗？从小到大，谢府诸事皆以二小姐为准。臣妾作为奴婢之女，论身份地位士气，万万不可沦陷。臣妾才不想赶陛下走，可我不能一直站着您啊！臣妾最大的心愿，就是希望皇上能够身体健康，江山稳固，子孙绵长。白夫人，你想不到吧？美颜汤能在我身上如此物尽其用。你是朕的妃子，莫要自轻自贱。我会护你周全。皇上有旨，宜贵人秀外慧中，温良恭俭，封为宜嫔，赏云锦10匹，珠宝10箱。谢秦玉，我们的争斗现在才刚刚开始。贵妃娘娘，臣妾真的不知道皇上为什么会去找谢宜珍。如果没有皇上，此事绝不会失败。折腾了一晚上，不仅损失了新嫔，她倒还成了娘娘。这谢宜珍竟如此难对付。皇上有旨，皇上口谕，秦答应与宜嫔娘娘姐妹情深，特此连升2级，封为秦贵人。什么？秦贵人？小主，陛下今儿个翻了您的牌子，贵人的福气到了。公公是说我能侍寝了？可是我与陛下不曾谋面，为何无故升位分？
昨天皇上从宜嫔娘娘宫里出来后，就这样吩咐的。其他的，老奴不知啊。听说是皇上觉得宜嫔受了委屈，生了她的位分还不够，这才给宜嫔的妹妹生了。秦贵人，你有这样的好姐姐，真是好福气呀！不是的，娘娘，是他故意的，他有意挑拨臣妾和贵妃娘娘您的关系啊。哼，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他为了看你与本宫反目，特意请求皇上升了你的位分？嗯，哼，你们姐妹真是跟本宫演了一出好戏呀！娘娘，臣妾知道您弟弟齐将军想扶心腹压梁，臣妾可以利用这一次事情帮助娘娘。本宫得了风寒、闭门不见的消息，传出去了吗？传出去了，可是您连皇上都不见吗？不见。若是皇后来找，可以见。娘娘，秦贵人配合贵妃害你，你还帮她升位分，她做的太过分了，要不要告知白夫人？告诉她有用吗？他们是一家人，是亲母女，他们只会联合起来，像对我娘一样，置我于死地。在解决谢秦玉之前，本宫要先拿齐贵妃开刀。我没记错的话，上一世贵妃的弟弟齐衡犯了一个险些杀头的大罪。小桃，去拿份底报回来，本宫准备下一盘大棋。是。7个都粮官全都被杀，齐衡疯了。皇上，此事一出，人人都知道这是要命的差事。侍郎都统无人愿意压粮，可这北地粮草紧缺，皇上您看，此事明日再议。李公公，这不是去宜嫔宫里的路吧？回皇上，现在是去宜嫔娘娘的妹妹秦贵人宫里的路上。您呀，今儿个翻了她的牌子。你是朕的妃子，我要自轻自贱，我会护你周全。什么秦贵人？掉头！朕要见宜嫔。这不好吧？宜嫔入宫以来3番5次受委屈，朕多见她一回怎么了？快点！哎，是。什么？风寒重病？那朕更要见了，朕要看看宜真。陛下，您若是生病了，奴婢无法和娘娘交代啊。皇上，宜嫔娘娘固然要紧，但您也得保重龙体呀。您若是病倒了，这举国上下都要提心吊胆呐。宜真，朕来看你了，你好生休养，朕不打扰了。等你们娘娘病好之后，要第一时间通知朕。男人啊，就是贱。帮你弟弟，想得美！说什么你都信，齐贵妃，我真是高看你了。脸没有毁，一切都是新的开始。哼。一个将军朕都不能动，
占着皇位还有什么意思？皇上，你可让臣妾好等啊！但是等多久，臣妾都愿意。一品，你怎么穿成这样？臣妾不是一品，是秦贵人。秦贵人，皇上，臣妾为您更衣吧。你虽与他相似，但终究不是他。朕今日乏了，休息吧。皇上，记得给宜嫔带句话，朕不会再让她受委屈。什么？谢宜真，你要这样羞辱我？娘娘，皇上对您真是倾心有加，一连几日都来找您。看来白夫人给的美颜汤还算有点用处。你当真以为他是冲着这张脸来的吗？美颜汤固然有用，但后宫佳丽3000，他什么没有见过？身为95之尊，睁眼闭眼，前朝谋略，后宫算计，一日不得安宁。只有在我这里，他才能抓住半分轻松。邸报寻来了吗？啊，果然如同前世一般。还记得不久之后，皇后命悬一线，贵妃掌权6宫，这一切和此战都脱不了关系。我必须在这之前先下手为强。娘娘，我去要邸报的时候，管事公公还问我为何要看，我胡乱编了个借口搪塞过去了。他问便问，邸报乃公开读物，为何不能看？读书写字向来是男子的行当，可谁又规定女子不许？我虽刚进宫，可我清楚明白得很，女人的权势一旦是靠男人得来的，那她便会摇摇欲坠，岌岌可危。皇后如此，贵妃亦如此。运粮失时，延误军机。齐将军怒斩11名督粮官，真是要谢谢将军送来的机会啊！谢宜真为谢家婢女之子，地位低贱，整个谢家皆以二小姐谢秦玉为尊。好一个以谢秦玉为尊！怪不得皇上竟然宠幸了你们2个。你们谢家姐妹真是好手段。娘娘，她进宫以后跟变了个人似的。臣妾之所以处心积虑的对付她，那是因为她不听话，会惹出祸端。本宫弟弟亲信刚送来了几箱宝贝，没空听你解释。贵妃娘娘，我有一计，定可让谢宜真屈服。前日你送来汤药，本宫喝着，感觉气色红润了不少，比太医院的药都管用。嫔妾那药只是乡野偏方，皇后觉得有用就好。何止本宫觉得好，你来了之后啊，宫里真是大变样，从未见过齐贵妃如此受挫。若不是那贵妃独得圣宠，宫里姐妹的日子也不会如此难过。甚至本宫久病，也拜她所赐。听说你手中有可以医治皇上肾亏阳寿的药，和齐贵妃手中的药作用相同。其实不止相同，妾身的药更加精良。妈，谁？见过皇后娘娘、宜嫔娘娘，嫔妾不是有意偷听，只是
有一事相求。臣妾与皇后一同入宫，与皇后娘娘交好，身为嫔位后，足足1年未曾侍寝，这全是齐贵妃在背后捣的鬼啊！怡姐姐，妾身从小渔村长大，父母苛待，没有过一天好日子。本想着入宫可以有所改变，可那齐贵妃抢夺月俸，这日子甚至还不如宫外。宜嫔娘娘觐见皇后之日，我正在寺庙礼佛，所以未曾相见。妾身乃庆妃张氏，早年因贵妃害得难得子嗣。庆妃娘娘，这怪不得。我等所求皆为一事，求娘娘赐药。各位姐妹，快起来！宜真的药，本就没想独自私藏，你们放心，我绝不会姑息齐贵妃。有娘娘这句话，臣妾就放心了。打扰二位娘娘雅兴，实属抱歉，我们3人便先行告退了。齐贵妃真是害惨了后宫。她如此嚣张跋扈，娘娘就没想过要干预吗？本宫一个不争气的皇后，还能干预得了皇上的宠妃齐将军的姐姐？齐将军一连斩杀7名度量官，皇上都不责罚，本宫又能做得了什么？既然他杀掉这么多人，那么押粮一职便无人敢去。我记得娘娘的弟弟曾随军做过押运使，妾身相信您的弟弟定能胜任，到时你也不必再这般忌惮贵妃。为何你会懂得这些？难道娘娘忘了吗？妾身是谢将军的女儿，自然耳濡目染。可这朝堂之事，后宫嫔妃怎？父亲经常夸赞娘娘的弟弟苏将士，所以妾身好奇令弟年岁几何，是否婚配，可否让妹妹为他介绍门亲事？亲事？你怎么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你们在说谁的亲事啊？是家弟，他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可惜一直在军中，尚无心仪的姑娘，本宫实在发愁。你弟弟苏云川，是那个一直跟随谢如松将军的押运使吗？是的，陛下。苏将士多年押运粮草兵城，无一纰漏。父亲生前经常和我提起他，夸他做事谨慎心细，又为人恭谦。谢将军也算是本宫弟弟的伯乐，只可惜将军去世后，云川郁郁不得志，闲赋在家，本宫也帮不上什么忙。相信父亲在天之灵，也不愿见到令弟如此沮丧。押运使，7个度量官全都被杀，齐恒疯了。皇上，此事一出，人人都知道这是一要命的差事。侍郎、都统，无人愿意押粮。可这北地粮草紧缺，皇上您看。好一个押运使！李公公，传苏云川进宫。皇后的弟弟也是朕的弟弟，这么多年没见，是该许个好亲事。但在结亲之前，北地需要他。恭送陛下，恭送陛下。宜嫔娘娘，你跟本宫说实话，是不是早就料到皇上会过来？娘娘真是高看，臣妾怎么可能会算到这一步？同姐姐说句实话，我现在躲皇上还来不及呢。躲他？我
我现在只是跟皇上有事请之明，无事请之实。齐贵妃就恨不得把我剥皮抽筋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还能活几日啊？就你嘴贫！如果能让苏将军当上这督粮官，也算是解决了心头大患，而另一患就是谢秦玉。娘娘，我刚看见秦贵人从齐贵妃宫里出来，正往这边走呢。去叫皇上来，他该拿新的汤药了。是。娘娘喝茶。喝什么茶？谢宜真，你是不是瞒了我什么事？妹妹说的什么话？姐姐怎么听不懂？少在那给我装可怜！那天觐见你当场忤逆我，还升了位分。你是不是重生了？重生为何物？那日只是我见皇后很亲切，并没有违背的意思。妹妹不要多想。我多想？那你跪下，让我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听话。二小姐，今时不同往日，如今小姐已是仪嫔娘娘，怎能给你下跪？哪来的狗东西！现在这儿只有你我二人，你不跪是要违背谢府家规吗？娘娘不能跪！你让我跪，你确定？跪！你可要想清楚，我这一跪，你受不受得起？哼！娘娘，姐姐，我觉得下跪不太够。谢宜真，我命令你给我磕头。二小姐，我给你磕头，求你不要为难我家小姐。滚开！我讨厌你这个嘴脸。我最后问一遍，磕还是不磕？我不磕。哼，不磕是吧？那我帮你。秦贵人，你在干什么？皇上，皇上，臣妾只是和姐姐有矛盾。我们在谢府时这样吵架乃平常之事，并非臣妾有意欺辱。平常之事。臣妾是谢府大女儿谢宜真，婢女所生。你跪在这儿干什么？谢皇上。谁让你跪在补位了？给朕跪到3步之外！起来。朕说过，你不会再受委屈。来，到这儿坐。朕问你，谢府和皇家谁大？答不对，斩了。当然是皇家。在这宫中，你与仪嫔谁尊谁卑？是仪嫔娘娘。你既然知道，那刚才逼仪嫔下跪磕头就不是装疯卖傻，是谢府目无尊卑，意图谋反。不，臣妾不敢。
以为自己是谢府嫡女就高人一等吗？谢家算什么东西？难道还要压朕一头？朕看，不是谢家要谋反，是你。不，谢家没有这个意思，臣妾也没有。宜嫔入宫以来，有一有二又有三，你们拿她当什么？谁都能过来踩一脚吗？宜嫔娘娘，臣妾知错了，求您饶了臣妾，是臣妾不懂礼数，求您原谅臣妾吧。还有脸求原谅？你以为你有什么资格升上这个贵人？还不是他跪在朕面前向朕求情。李公公，是。我看秦贵人还是不会行礼，你教教他。放过臣妾吧，娘娘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陛下，隔墙有耳，这传出去不太好吧？把他拖出去，景和宫门前长跪3个时辰再起身，让其他人也看看，什么整住嫡庶，在宫里就该有宫里的规矩。秦贵人屡次以下犯上，漠视宫规，降为常在，以儆效尤。皇上，不要啊！皇上，臣妾知错了。我的簪子被谢乾玉拿走了，拿走贴身之物。如果朕早点能明白，你过的都是这般日子。皇上，臣妾既已入宫，又得到皇上恩宠，已经很满意了。更何况，他说的没错，臣妾乃婢女所生，嫡妾。不要说了，你是这宫里的一品娘娘，是朕的妃子，过去和将来，你都不会比任何人差。以后别再说这样的话，好不好？我心疼。好，臣妾以后永远不提。你想怎么处理秦常在？皇上不是刚刚已经处理了吗？嫔妃的事情您来定就好。若她不是你妹妹，朕早就斩了。恕臣妾直言，您身上带了些酒气，能如此动怒，除了臣妾的原因，可还有其他？任命苏云川做都梁官一事，被大臣们谏言上书驳回。朕看得出，反对的大臣都是与齐将军交好的。是齐贵妃同党，一旦让她得逞，就会变成一块更不好啃的骨头。朕只是酒后胡话，莫要当真。北地一战是国家战事，也是能保全皇后和贵妃失势的唯一机会。臣妾当然知道皇上在讲笑话，毕竟皇上的决定怎么可能会有人不听？除非他们不想活了。更何况皇后的弟弟是作为都梁官最好的人选，连我这个后宫妃子都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些大臣为何不会抖？若是皇上今日妥协，那么日后岂不是要步步妥协？知我真心者，3宫6院，唯有一朕。什么？皇上还是要皇后弟弟押运粮草，半数大臣反对无效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娘娘，皇后给您递来了信。好端端的，他给我递什么信？皇上设宴庆祝苏云川上任都梁官，为他饯行。
践行，邀请了所有嫔妃。这根本就是在等着看本宫笑话。你告诉皇后，本宫肝气郁结，只能卧床休养，不宜参宴。是。慢着，不用传话了，去把秦常再叫来，让他想办法。妹妹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看来有朝一日是要爬到本宫头上了。见娘娘吉言。今日这宴名为饯行，实则家宴。朕与各位同取一杯，愿苏将军北上都梁，一路顺遂。宜嫔娘娘，我来敬您一杯。敬娘娘一杯。娘娘！娘娘！娘娘！一嫔，御医，快叫御医！宁太医，可查出什么？宜嫔为何突然晕厥？从脉象上看，娘娘是中毒。中毒？皇家宴会，此刻下毒，是要弑君！皇上息怒，微臣这就去检查各位娘娘的吃食，以及宜嫔娘娘的随身物品，相信定能水落石出。去。娘娘，嫔妾见您宫中有藿香和佩兰2味药材，两药相斥，定可让谢宜真皮肤溃烂，容颜尽毁，失去盛状。她可是你的亲姐姐，你当真舍得？什么亲姐姐？她不过是谢家的一个贱婢，就是谢宜真故意捧杀，向皇上谗言才生我位分。臣妾永远跟娘娘一条心。哼，好一个一条心！她不是容貌生得漂亮吗？那便毁了她的容颜。娘娘请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次谢宜真在劫难逃。本宫明明只想让她毁容，没想到藿香和佩兰的效果这么好。可惜最后只能怪你自己用药不当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检查完毕，所有吃食无一有问题，只是说，嫔妃娘娘香囊中的药材会使人起红疹水泡，以致皮肤溃烂。香囊？皇后看我做什么？莫不是暗指臣妾下毒害了宜嫔？本宫没有这种意思，但在这宫中，唯有你是最懂药理之人。皇后，不要落井下石。回皇上，奴才已经打听到了，是贵妃娘娘宫里的手下把香囊给宜嫔娘娘送过去的。齐贵妃，朕是不是纵容你太久了？皇上，这下人要送个什么东西，我管不着，怎么能凭道听途说来怀疑臣妾呢？皇上，臣妾斗胆提议彻查翊坤宫。皇后，不要得寸进尺，毫无证据就敢怀疑我，你把本宫当什么人？够了！你说的是实话？连皇上都不相信臣妾了吗？我若是真想害宜嫔，又何必让自己的宫女前去？纵然臣妾胆子再大，要罔顾人命，也不会愚蠢到利用自己宫里的人啊。罢了，李公公，再查。
可以。启禀皇上，娘娘，说，娘娘情况危急，性命堪忧啊！性命堪忧，性命堪忧？怎么会这样？我也没想要他的命，良药相克，怎么会害他性命呢？当然会死了，这全都要拜我的好妹妹所赐。娘娘请放心，一切准备就绪。这次谢宜真在劫难逃。哼，毁容算什么？我要做的是让谢宜真死。齐贵妃，你也不要高兴太早。等谢宜真身死之时，就是你倒台之际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去！是，臣妾这就去。你今天有多嚣张，明天就摔得有多惨。哼！一个让我在宫中失宠，一个前世毁我容，你们千刀万剐也不为过。宜嫔娘娘，我来敬您一杯。谢宜真，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一箭双雕。倘若你能识破，那罪责便全揽在齐贵妃身上；识不破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这么快就动用巫蛊娃娃害我？可你别忘了，上一世娃娃是在我手中。这枚救心丹可护住心脉，维持假死效果2个时辰，而巫蛊娃娃只能作用1个时辰。等时间一到，我毫发无损站在你面前，你的表情不要让我失望。你这个小贱人！齐贵妃，你刚才说什么不可能？皇上，臣妾全部都说。是贵妃娘娘指使臣妾，让我把毒香囊交给宫女，再让宫女交给宜嫔娘娘。贵妃娘娘还特地交代要用自己的下人，这样才不会被人发现。你胡说！臣妾乃谢府嫡女，一言一行都代表谢家，断不会做出有悖家族之举啊！之前对姐姐宜嫔娘娘那些无礼之举，也都是贵妃指使。如果臣妾不从，就会受尽打骂。秦小主，真要打吗？打！用力！原来你这招是想一石二鸟，要害死我，还要把齐贵妃拖下水。为了这万全准备，真舍得对自己下狠手。谁打你了？好啊，原来你一直在欺骗本宫。皇上，臣妾就不瞒你，你知道臣妾的病是从何时开始的？这重病的根源，臣妾早已调查清楚。这一切皆出自齐贵妃之手。你别胡说八道！宜嫔入宫后，齐贵妃多次极度陷害，
从新嫔捉奸到秦常在，再到现在宜嫔病危，都是齐贵妃在暗中作祟。宜嫔乃宫中之妇，断不能因此含冤而死。嫔妾蓝嫔杨氏，贵妃联合敬事房撤了臣妾的绿头牌，她蛇蝎心肠，还要害死善良大度的宜嫔娘娘，罪该万死，请皇上明鉴。臣妾敬妃张氏，臣妾落得宫寒体虚，无法生子，只能整日礼佛的罪魁祸首。除了齐贵妃，还能有谁呢？若非是宜嫔娘娘，臣妾到死也无法有机会面圣。宜嫔不该落到如此结局，请皇上明鉴。皇上，臣妾自幼命苦，父母薄待，入宫后，娘娘更是可口曰妇，极尽打骂。若非宜嫔娘娘，臣妾现在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宜姐姐是好人，她不该经受如此痛苦，请皇上明鉴。你们是不是疯了？皇上，我才是受害者。自从他出现，我们什么时候过过一天太平日子？都是这个贱人害的。皇上，求您给姐姐报仇。宜真，皇上，不要责罚贵妃娘娘。您若责怪，远在北地的齐将军又怎会安心？是臣妾没有福分，来世再来服侍您吧。贱人！我要撕烂你的嘴！齐贵妃，到此为止了。不，刚谢玉珍的话，就是在装可怜，故意激怒我的。启禀皇上，娘娘脉象趋于平稳，想必是得益于刚刚吐的那口血血。你是说，宜真的命有救了？是的，陛下，只要休息得当，不日便会恢复如初。宜真，皇上，您抱的臣妾快喘不上气了。脉象稳定，这不可能啊！你拿到巫蛊娃娃的那一刻，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我早早准备好，服用伪装假死状态的护心丹，一是防你草人扎心，二来伪装重病拉你下水，退可攻进可守。可惜还是让你躲过去了。谢宜真，你敢耍我？皇上，他身体已经恢复了，您不能治我的罪。我根本就没想害他死，还有他们，都是他们落井下石，想诬陷我。齐贵妃，你还要说这是诬陷？朕的皇后、嫔妃，一个又一个跪在朕的面前控诉你的罪行，难不成你要同朕讲，是他们串通起来欺骗朕吗？皇上，能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能不能旧情？朕与你何时有过情谊？李公公传朕旨意，齐贵妃禁足1月，罚俸半年，降为妃尉，令妃歌一书，召齐将军速回皇城。皇上，你未登基时，臣妾就已经跟着您了。我不相信您与臣妾就没有一丁点情分。谢宜真，
谢宜真。你疯了！你想死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当着朕还有一众妃嫔的面，欲置宜真于死地，还有脸问朕怎么了？我没有，刚有东西控制了我的身体。朕重新下令，齐贵妃即日起变为答应，打入冷宫，永不相见。皇上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听我解释，臣妾根本不可能做那么大逆不道之事，臣妾一睁眼就倒在地上了。皇上，皇上！废物，给你机会也不中用。皇上，小桃受伤了，需要医治。太医，宜真，吓到你了。朕应该早就解决这个毒妇，不然也不会像今天这样，差点酿成大祸。是，养虎为患。齐贵妃对皇上是如此，谢秦玉对我亦是如此。竟不惜冒着被发现的风险，在大庭广众之下用傀儡操纵贵妃刺杀我。谢秦玉，为了让我死，你当真是不择手段，坠入疯魔。你好生休养，明日一早，这宫中无人敢动你。你不再是宜嫔，而是宜妃娘娘。宜妃，蛊毒不仅没有作用，反倒还让她生了贵妃，真是该死。宜妃需要静养，都散了吧。是。他已经知道巫蛊与我无用，以他的手段和心思，还不知会有什么变数。与其留着，不如尽早结束我与谢家的关系。这都是你逼我的。皇上，宜真有话要跟朕讲。你身子弱，快起来。皇上，臣妾不是有意抗旨，但臣妾不想要妃位。臣妾想请求皇上给臣妾赐姓。你若改姓，岂不愧对谢将军在天之灵？若不是被逼到这等境地，臣妾更不可能出此下策。你升了妃位，朕也警告了你妹妹，往后的日子在宫中无人欺辱你。可臣妾姓谢，一天姓谢，一生都是谢家人。只要在谢家，就会受到我大娘白夫人的控制。前几日还给臣妾寄了家书，警告我不得忤逆妹妹，否则她就会毁了臣妾母亲的牌位。她敢？那是朕妃子的母亲。臣妾这20年受尽了她的折辱，自知反抗无用。可现在臣妾有了皇上，臣妾想要的只有改姓，离开谢家。你母亲姓什么？母亲刘氏。那你以后叫刘宜真，好不好？皇上，妃位还是要升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但朕要你风风光光的升妃位，也要体体面面的回谢家。你们快点，快点！这是要干嘛呀？一会儿人要来了。哎呦，听说谢家女儿进宫1月有余就升到妃位了，皇上还许她回门，可给白夫人风光坏了。我记得他家有2个女儿啊，到底哪个是娘娘？什么2个女儿？谢家就秦玉1个女儿，她一个贱婢，不配做我们谢家的孩子。走走走，
谢将军有你这样的恶妻，真是家运不济。就是，你俩再乱嚼舌根，我撕烂你俩的嘴！哎呦，快！谢宜真，大娘，好久不见，别来无恙。怎么是你？说的是谢氏娘娘回门，妹妹一个常在，怎么会回来呢？大娘，见到本宫为何不行礼？哈！你一个小浪蹄子，还敢让我行礼？我看是你皮痒了欠打！放肆！妾身将军府白氏见过宜妃娘娘，娘娘别忘了，你也是谢家人，你还有个妹妹。好，你不说，我差点就给忘了。夫人，本宫母亲的牌位呢？什么牌位？她凭什么能进谢家祠堂？你别以为你当了娘娘就能摆脱奴才的命运，现在进了谢家，还不是一样给我当狗？刚刚当着外人的面，非要让我行礼，我看你是离了谢家，胆子变大了，无法无天了！你快给我跪下！休怪我执行家法，把你打得皮开肉绽，生不如死！大娘，你可要想清楚，你可是犯了大不敬之罪，是要被杀头的。这里是谢家，跟我论大不敬，你是不是已经忘了谢家的规矩？那大娘今天我就勉为其难，帮你回忆回忆。你敢对白夫人不敬，是想被谢家除名吗？大娘，你可得感谢我，如果不是我，李公公可要冲进来治你的罪啊！没用的东西！娘娘是出了什么事儿了吗？奴才在外边听出这里边闹出了很大的动静儿。公公，本宫没事，只是这祠堂年久失修，本宫眼前有2只耗子上蹿下跳，吓到了白夫人。娘娘如若有什么吩咐，便知会一声就是。把牌位拿上来吧。私坐牌位，谢如松之妻，呸！她一个贱妇，她也配？你这是给谢家的列祖列宗蒙羞！她一个贱婢，非名门正娶，还敢在她的牌位上刻将军正妻，我才是发妻，我才是谢如松的妻子。谢宜真，孽吧了！嘘，你在祠堂大喊大叫，才是让列祖列宗真正的蒙羞。好，你放吧，等你出了这个门，我就把他劈了当柴烧。哼，夫人想怎么处置都可以。不过本宫好心提醒你一句，这牌位是皇家御赐，牌位底部可是盖了传国玉玺，你动了它，相当于动了皇上。这日后若是皇上提及此事，你要是拿不出来，就要大祸临头了。我怎么会毁掉牌位呢？刚刚大娘是跟你开玩笑呢，大娘是怕你进了宫以后被宫里的污浊气染坏了，怕你忘本呢。夫人的意思是在辱骂皇室吗？大娘不是这个意思，大娘嘴笨，是大娘嘴笨。谢家和大娘以后都得靠你了，多亏有你这么一个好孩子，还是你娘教的好啊，不像你妹妹
被我养成无法无天的样子了。知道就好。那本宫就先回去了，你好自为之。谢依真，你能靠谢家上位，我就能用谢家把你拉下来。给我备旨，我要传信给狄小姐。娘娘，你在这里烧纸，会不会影响不好？今日你回府都不知道，朝中的风言风语没完没了。只是一些闲言碎语，闹不出什么火花。你的伤还没有好，快去休息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娘，我小时候说，要攒够银子，我们就搬出谢家，给你买个大宅子。可现在没有机会了。娘，还好给你换了个体面的牌位，也算是实现了一半。皇上对我很好，一直都很好，我在宫里过得还不错。你要是想我，就来梦里看看我。依真，我娘从小就不喜欢我，她只喜欢她最出彩的小儿子。这些话是上一世我成了皇后，她才讲的。可也偏偏就是她最爱的小儿子，害死了她。到死，她都没正眼看过我。朕说过，你不会再受委屈。皇上，皇上，我娘一定会去你梦里看望你的，到时候你可不要说我坏话。到时候你要说我的坏话，我可饶不了你。不要叫我皇上，叫我顾景山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刘氏仪真，秀外慧中，礼度肃贤，恪尽敬慎，册为仪妃。参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。朕已经派人在你母亲的家乡找了一处风水极好的地方，盖了个院子，等一切修缮好，朕就带你们过去。谢皇上。皇上，如今边关吃紧，国库空虚，您为了宜妃娘娘在外修建府邸，实在有些不妥。齐将军在北地传话，拒不回城，并质疑贵妃娘娘为何被打入了冷宫，并扬言佳姐一日不被放出，他就一日不出兵。陛下，自打您跟娘娘入宫，宫内怪事接二连三，实在有疑呀。有什么疑？你们一个两个从来都是向着齐家，以为朕看不出吗？连朕任命都粮官都要经过你们同意，这皇帝不如你们来当。陛下息怒！还想怪在宜妃头上，手伸得够长了。皇上，自古以来，从未有哪位娘娘
仅入宫不足2月，便可升为妃位。况且因为宜妃娘娘让贵妃娘娘进了冷宫，导致齐将军拒不出兵，北地危急，此乃妖妃降世，望皇上三思。皇上三思，皇上三思，皇上三思，皇上三思。娘娘，谢乾玉和白夫人真的把谣言传出去了，朝中的大臣都说你是妖妃，已经传到了皇上耳边。是谢乾玉，他在偷偷摸摸传什么信？若不是母亲及时传信，我都不知道你个小贱人，居然给一个奴婢求来了御赐牌位。别得意的太早，贵妃失势不过是你运气好。等娘把你是妖妃降世的消息传出去，我看你怎么躲过这一切。哼！他们是疯了吗？娘娘要被烙上妖妃的印记，谢家不是也完了？怎么办呀，娘娘？要不你去找皇上解释一下，他一定会听您的话的。现在局势未清，此事说大也大，说小也小，但人言可畏，贸然找皇上不一定是件好事。谢家是要把我逼上绝路。参见皇后，不用行礼了，事情紧急，本宫便没有让人通报。是。不知从哪里传来的风声。群臣皆认你是祸国殃民的妖妃，通通上报皇上，要求责罚你。宜朕群臣进言，绝非说笑，会死人的。本宫远亲可靠，能安排你去南山寺静修。宫外的话不必理会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本宫清楚，皇上也清楚。等流言散去，你再回来。这是本宫一部分积蓄，去寺里自要打点下人，备些盘缠，好立身。皇后娘娘，别怕，我们行得端，坐得正，不是靠躲来解决问题。本宫家中也有在朝堂上说得上话的人，让他们跟齐家余孽周旋，流言定当不攻自破。看来皇后还挺为宜妃着想的。参见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平身吧。臣妾入宫以来，从未管过朝中之事，深知后宫嫔妃不得干政，但宜妃被诬陷妖妃，要铲除妖妃以正朝纲，臣妾万万不会同意。皇后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如果你与朕意见相反，你的行为会有多大的后果？即使废后，臣妾也要坚持。娘娘，慎言，臣妾不知道。你知道。皇上，任凭外人如何说道，自打宜珍进宫后，各宫嫔妃恪尽职守，无人乱言，也无人再受欺凌。其答应在宫中时，处处骄纵跋扈，惹得大家苦不堪言。是宜珍救后宫于水火之中。他还抑制了您的阳弱之症。起来吧。相信宫中很快就能增添子嗣。您若是罚了他，往后岂不是人人效仿其答应，恶事作践？又有谁能效忠皇上，效忠皇家？本宫也见不得宜珍受如此委屈。别的话就不多说了，臣妾告退。朕何时说过要罚你？皇上刚才的态度，好似铁了心似的要怪臣妾。
是朝中大臣一个个的折子，非说齐衡久不出兵，是因为你用计陷害他姐姐进冷宫，扰得朕心烦。不出兵，上一世齐将军养寇自重，自食恶果，边关失守。我能成为皇后，也得益于齐家失势。你可有解决办法？臣妾乃宫中嫔妃，武将之女，哪懂得什么捞石子的朝堂要事？我看这帮大臣都该杀。齐书强在时，他们与齐家勾结，资源倾斜，官官相护，就跟保自己亲爹一样。伙同他弟弟保他，还把不把朕放在眼里？皇上，臣妾刚刚说了，臣妾是谢如松将军的女儿，只懂军事，不懂政事。臣妾不是在帮皇上想办法，而是有事想请求于您。北地之战困扰多年，臣妾愿伪装出宫，亲赴战场，指明方向，协助平叛。且不说你一个嫔妃出宫会不会损害皇家颜面，他们在战场驻守多年，还掌握不了敌人踪迹，你去又能指挥什么？陛下，谣言之所以传播得如此之广，除了始作俑者之外，想必齐将军在背后一定推波助澜。他看似是为了自己的姐姐，实则是为了这个借口养寇自重。齐衡养寇自重，所以一直找不出敌人。陛下，臣妾有一样东西想给您看。这些全都是敌军首领和齐衡的交易记录。记录是臣妾托父亲旧部，从齐将军的账簿上拓印下来的，绝无造假。即使证据确凿，朕也不能让你去北地。朕会派密探前去，若齐衡绝不悔改，便就地斩杀。可是皇上，你也不能保证这次派去的人不是齐家同党。况且齐将军现在满嘴亲情，恐怕非齐答应他谁也不见。齐答应现在人在冷宫，难不成朕还要因为这种事儿把他从冷宫中放出来吗？人自然是不能放，但去见齐将军的人一定是齐答应。臣妾可以假扮成齐答应去见齐将军，绝不会落人口舌。陛下，流言如野草疯长，此事因我起，便要由我终。朕飞鸽传书，命皇后弟弟苏云川助你一臂之力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无论事成与否，懿真要安然无恙的回来。皇上，留步吧。此战平定后，朕立你为后。不必了，皇后贤良淑德，无人能比。驾！我凭什么相信你？齐答应，你都已经落得这般田地，还要自称本宫，我劝你还是乖乖听话。这不是为了我，是为了你自己。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向谢宜真和皇后低头。你敢打我？我本以为你进了冷宫能变得聪明点，其实还是一样。你以为那是低头？错，那是你要利用他们，重新复位。将军，皇上派齐答应前来会谈。
也不知道皇宫那些废物找什么草包来冒充我姐。他要是从冷宫里出来，第一个知道的应该是本将军。是真的，将军，一袭红衣，头上戴满金饰，军中鲜少有女人，属下不能看错。这倒的确是姐姐的装扮，难道真是她？是她又能怎么样？她又能劝些什么？她来了，看到我的家底，她就会知道，跟着弟弟享福，可比在那冷宫里看着狗皇帝的脸色强得多。北地的人给的还真多呀。她若不是我的姐姐，那就不要怪本将军不怜香惜玉了。将军，人到了。姐姐来见我，为何要戴着面纱？北地气候干燥，皮肤不宜长久接触，况且军中士兵太多，本宫不宜抛头露面。不宜露面？我看是不能露面。如此貌美，想必你就是宫中那位妖妃谢依珍吧？听说你张着美貌，处处打压我姐，害她从贵妃一连降为答应。没想到我还没去找你，你先送上门来了。大胆逆贼，敢对娘娘出言不逊！待我如实汇报给皇上，把你关在大牢里，还能不能如此猖狂？在我的地盘，说我是逆贼，看你是不想活了。哼！别以为是皇后的弟弟，我就不敢杀你。齐将军，我来不是跟你吵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，我只是想问你一句：出兵还是不出兵？哼！我凭什么听你一个娘们儿？现在呢？虎符，见虎符如见皇上，调兵遣将，号令三军。戚恒，还不出兵吗？哼！没想到这狗皇帝还给我送了一份大的。等我杀了你们，虎符到了我的手里，这天下就是我的了。所以你的答案是不出兵，那就别怪我不念齐答应的旧情了。什么齐答应？她是贵妃，是我齐恒的姐姐，不是什么答应。我就不出兵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我能让你死。哼！笑话！先前我就清君侧，除了你这妖妃。违抗军令，意图谋反，是你的冲动害了齐答应。我已经按你说的，邀请皇后和谢宜珍过来用晚膳，但不知怎的，谢宜珍突然消失了，整个皇宫都找不到。找不到？锦和宫里也没人吗？他的贴身奴婢也不见了？景和宫宫门紧闭，他的丫鬟奴才连人影都见不着。先不管他了，按原计划进行。参见娘娘。什么娘娘？这是刘旦。苏云川，我命令你接替齐将军，镇守北关，攻打燕云关。是，可燕云关是离这里最近的一道关卡，如果真有敌人，我们早就发现了。之所以没有被发现，是因为逆贼齐恒与敌人里应外合，我已经拿到了确切的情报。今日有时，敌军何为？如果我们在这之前不消灭的话，我们必死无疑。娘娘，你可算来了。咱们入宫这么久，都没有一起好好说过话呢。娘娘，来。齐答应，你骄纵惯了，现在就不必和本宫虚与委蛇。说吧，找本宫何事？也没什么事，就是想和娘娘小酌一下，说说小话。我的身体怎么了？
这里什么时候摆着一瓶酒？皇后，请。不，这不是我要说的话。这酒有毒，不能喝，不能喝呀！齐答应为何不喝？莫非是酒有？当然没有，我只是想起了我那远在边疆的弟弟，我俩相依为命，长大后，一个在深宫，一个在边疆，久久不能相见，实属遗憾。哼。弟弟，若我死了，能换来你一生平安，也值得了。齐答应，齐答应。娘娘，这是怎么了？太医在哪儿？齐答应，按原计划，说的是按我的原计划。那份毒酒我早早放在了这里，今天本想让你们3个一起死在这里，不过只能死这2个，也还不错嘛。刘大人，叶云关果然有埋伏，他们想断我们后路，被我们迂回包抄，全部歼灭。苏将军，干得好！刘大人，不好了，宫里传来密信，出事了！什么？北地叛乱数年，齐将军骁勇善战，也未曾平息。到底是哪位大人能有如此战功啊？听说此人并未出战，提拔了皇后娘娘的弟弟苏云川，他自己坐镇指挥，恐怕这来头比苏家还大。既平定北地，又不慕薛荣，如此人才，皇上为何不宣扬表彰？要秘密喊我们进宫迎接，还特意嘱咐我们不能外传。是啊，来了来了，怎么是个女人啊？恭迎刘大人回宫。刘将军，哪来的刘将军？宜妃娘娘，皇上在那边等您呢。是宜妃，那个妖妃。没错，她就是你们口中的妖妃，也是为朕平定北地的刘大人。恭迎刘大人回宫。参见皇上。幸好有你帮朕收回兵权，平定北地，朕该如何奖励你才好？能为皇上分忧，是臣妾之幸，不图什么回报，只求皇上千秋万代，国泰民安。你出宫后的这些日子，朕一直很担心。还好你去了北地，不然那疯婆子连你一起杀了。皇后现在如何？你出宫后，齐书强就把皇后叫去冷宫，听说他还想把你一起喊去，但在宫中没有找到你。齐书强突发疫症，用毒酒毒死了自己，也毒死了皇后。此事事关重大，朕压了下来。为了平定军心，朕没有让苏云川回来。皇后娘娘，宜妃娘娘，
求您救救我们皇后娘娘吧！奴婢知道您通医术，您能治好娘娘的顽疾，现在也能救活她，对不对？皇后娘娘，手竟然这样凉。心脉受损，无力回天。娘娘，皇后娘娘，依真，你回来了。我在。齐大爷，他在哭。什么？他不想死。有诈。皇后娘娘是说，齐大爷他不想喝毒酒，他想跟弟弟见面。他说没见到弟弟是遗憾，他不该死，哭着喝下毒酒的样子，就好像他以为他的死能换来弟弟的活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答应我，今天我死在你手里，背了我这条命债，日后保全我姐一条性命。依真，完了，我不能了，您就不能了。本宫没想他能悔改，但也不觉得他有什么好戏。我还特意喝了他面前的那杯酒，都没逃过去。宫里有贼。依真，你一定要小心。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娘娘，皇后娘娘，您不能死啊！秋冬说过要照顾好您一辈子的，皇后娘娘。娘娘，娘娘，红了！重活一世，即使治好了你的顽疾，最后还是让你痛苦离开。是我介入你的因果，是我害了你。齐答应不想死，却被控制着喝下了毒酒，罪魁祸首是谢秦玉。你来了。皇后已经安葬好了，按宫里的最高规则下葬，消息也被拦在了宫里。苏将军回来前不会知道的。还好你在，真不能再冒险了，不能连你也失去。你会不会觉得朕冷血，都不让他亲弟弟见最后一面？皇上自然有皇上的考虑，我想等齐将军回来，发现皇上为了抓住甄轩压下此事，也一定能理解的。抓住真凶？齐答应说的对，我进宫后，宫里接二连三的怪事，臣妾觉得颇有蹊跷，不如叫青天剑来查查。是西南方向。
皇上，恕微臣直言，宫中有巫蛊之祸，就在西南方向。巫术？西南方向是秦常在的寝宫啊。兰嫔娘娘，大人说的是方向，在这个方向上可多了去了。皇上，臣妾有话跟您讲。朕知道了。李公公，让娘娘们先回到自己寝宫，让人看守。朕要搜查整个皇宫。是。宜妃娘娘，在下走了。皇上，臣妾有罪，请责罚。臣妾罪不可赦，理应天罚。你有何罪？臣妾出嫁时，谢府白夫人交给妹妹一个稻草娃娃，臣妾本来以为那是骗小孩的玩意儿，没想到臣妾大病初愈。侍女小桃曾碰见过秦玉妹妹，她手中拿的稻草娃娃上面绑着写有臣妾姓名的黄符和簪子，那簪子就是妹妹逼我磕头时偷拿的。你所言是真？臣妾从未和皇上说过假话，也从未有过害人之心。但妹妹，她害我也就算了，她竟然害死了皇后娘娘和齐答应。臣妾担心，若不请罪，皇上也要受到牵连。皇上说过，不想失去臣妾，臣妾又何尝不是？皇上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臣妾也不活了。这不是你的错，你现在已经不是谢家的人了，谢家的错不该由你承担。皇上，臣刚刚去秦常在宫里探查，巫蛊之源的确来自秦常在。御前侍卫何在？在。谢家白夫人和秦常在使用巫蛊邪术，危害皇家，杀害皇后嫔妃，妄图夺权篡位，大逆不道，秘密斩杀。你们干什么？擅闯皇上嫔妃寝宫，是想造反吗？秦常在，这可是咱家最后一次叫您常在了。搜！住手！你们住手！不能搜！为何不能搜？难道这宫里有东西？没有。李公公，搜到了。这不是，这只是我随手抓的娃娃。您瞧，还有这些。这和导致齐答应和皇后娘娘死亡的药材一模一样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呢？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的东西。哼，你动了我，谢家饶不了你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的。哪个混账敢闯谢府？谢宜真，皇上，皇上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为何要刀剑相向？老身也算是宜妃娘娘的母亲啊。母亲？我的母亲从来都不是你，是谢家的奴婢刘氏。你向来都是这样讲的。是出身是不能改变，但是你身在谢家，也是谢家的子嗣，是吗？可我记得我进宫之前，你让我跪在祠堂，告诉我我是谢家贱婢，是谢府嫡小姐谢秦玉的狗，还让我对她三跪九拜，俯首称臣。你在胡说什么？那你也不能所有皇上因为这点琐事杀我呀！启禀皇上，找到了。这些黄符和秦常在宫里搜出来的一模一样。玩弄巫术，教唆女儿祸害皇室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讲？我冤枉皇上，这只是祖上传下来的东西，老身从未想过要祸害皇室啊！白夫人，
你看看这封信，眼熟吗？你怎么会？不，谢一真，这株连九族是大罪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我也要拉着你陪葬。可本宫现在不是谢家的人了。什么？皇上，您告诉他，我现在是谁？宜妃娘娘，刘氏宜真。刘。是那个贱婢的姓氏，你为了将我逼入绝境，背宗望祖，背逆人伦。有违人伦的是你们！你把我当做谢家下贱之人的时候，何曾拿我当过女儿？现在倒满嘴亲情仁义，白夫人，晚了！你杀了我，你会一辈子背上弑母的罪名，你不得好死！朕不会再让你的手沾血，这骂名，朕来担。娘，我等这一刻，足足等了2世。爹，娘，我们换新家了。阿景真的在娘亲家乡建了处很大的宅子，可惜我不知道娘的喜好，所以宅子是按我的想法盖的。我虽不能常出宫，但宅院有小桃定期打理，爹娘也无需担心。宫里是我的新家，有阿景在，我过得还算自由。宜真，明日一早，谢府会因无望大火消亡，宫里的亲常在受不了母亲去世自尽。朕做这样的决定，不要怪朕。虽然你已经不在谢家族谱，但世人皆知你是谢家女儿，人言可畏，众口铄金。他们随口的一句是会害人的。我不想你再出事。我答应你，上一世我没能陪你一生，这一世我不会再走了。什么？上一世？没什么，是我从新看的画本子里学来的一句漂亮话，听不懂就算了。皇后娘娘，别看书了，皇上又来找您了。就说我再歇歇。这个理由昨天就用过了。那就说我在沐浴。这个理由前天也用过了。那就随便帮我找个由头，反正我就是不见，一来就问我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，脑累心累，本宫享福还没享够呢。皇上，奴婢告退。宜真，皇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宜真，
你帮我想想办法吧。这西北饥荒，这已经开了国库，朕在发放救济粮，可那边的百姓还是叫苦连连。朕知道这其中定有官员克扣，可牵扯太多，不好解决。你能不能……皇上在说什么？臣妾听不懂。后宫不得干政，皇上不记得吗？宜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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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啊！宜真，宜真。对啊，还是宜真聪明。这辈子能有你，是朕3生修来的福气。